你有沒有發現，炒股這件事越努力越可能輸？聽起來像玩笑，但所有虧錢的人最後都會明白，股市不是拼智商，而是拼反人性。這話什麼意思？人性追漲殺跌，害怕錯過，貪婪、恐懼、僥倖、後悔交織在一起，而股市就是專門懲罰人性的地方。你貪的時候它跌，你怕的時候它漲，你剛止損它反彈，你一進場它崩盤。所以炒股不是看誰聰明，而是誰能管住自己的手，誰能看懂人性。我認識一個老股民，50多歲，做了20年股票。他跟我說，我這輩子最大的進步就是終於能在不舒服的時候做对的事。這句話你細品，市場永遠讓你不舒服，你買的漲了怕回調，跌了怕崩，不買又怕錯過。而反人性的操作，就是在所有人都興奮時保持冷靜，在大家恐慌時敢於出手。這很難，因為你要和自己的大腦对抗。那我們為什麼要反人性？因為市场就是由人組成的，價格的波動本質就是情緒的波動。想賺錢就得能洞察別人什麼時候興奮，什麼時候害怕，提前半步行動。你不是在買股票，你是在買人類情緒的節奏。講個例子，2020年疫情剛開始的時候，市場一片血流成河，美股熔斷，媒體天天喊末日來臨。那時候我朋友老李反而開始慢慢建倉。我問他憑什麼？他說，因為我看到了恐懼的極限。這就是共情力，不是同情，是你能感受到別人此刻在想什麼。市场一旦恐慌到極點，拋壓接近尾聲，反而意味着沒人再願意賣。結果不到1年，指數翻倍。但等到大家都在群裡炫耀收益，紛紛開賬戶那一刻，那才是真正的危險。所以說，炒股的核心不是預測，而是感知。你得感知市場的溫度，就像感受人心的冷暖。炒股最怕什麼？不是虧錢，是看不清自己在幹嘛。多數人以為自己在投資，其實是在情緒賭博。而那些能真正穩定賺錢的，往往都是情緒冷漠的人。他們像外科醫生一樣，割肉不手軟，止損不猶豫，見血也不慌。但話說回來，冷靜並不代表機械。真正的高手有情緒，但能利用情緒。比如莊家，他們最懂人性，先讓你看到希望，再讓你絕望。你以為他们靠算法，其實靠的是心理學。他們研究你什麼時候最容易衝動，最容易懷疑，最容易後悔，然後他們就賺你那一瞬間猶豫的錢。接下來我講一個你一定聽過的陷阱——震盪陷阱。這東西厲害在看起來像機會，其實是陷阱。你看到股價跌不動了，以為要反彈，於是抄底，結果反彈2天立刻跳水，你止損，它又漲回去。你懷疑人生。這就是莊家最喜歡的節奏，先給你甜頭，再收割信任。市場不缺漲跌，缺的是方向感。而方向感只屬於那些能看穿陷阱的人。很多人以為自己輸在技術，其實輸在人性。你看，市場下跌時，大部分人都說再跌一點我就買，結果真的再跌一點，他們卻說算了，再等等。最後漲上去了，他們又說早知道剛刚就買了。整整一個循環，什麼都沒幹，只是用語言安慰自己。而真正賺錢的人永遠在行動上領先。他們不看 K 線的形狀，他們看意圖。比如一只股票連續幾天不破新低，成交量慢慢縮小，價格像被什麼東西拖着不下去，這說明什麼？說明有人在暗中吸筹。那時沒新聞，沒利好，沒熱度。你若能在那種沒人理的時候布局，等別人看懂的時候，你已經在車上。股市其實是一個眾人皆醉我獨醒的遊戲。
當大家都在喊牛市來了時，莊家開始出貨；當大家罵市場完蛋時，資金在底下慢慢建倉。你說這是不是諷刺？越熱鬧的地方越危險，越冷清的地方越安全。就像夜市，人多的攤子常常是老套路，而真正好吃的那家可能藏在角落。所以我常说，看盘不是看價格，而是看情緒。價格只是結果，情緒才是动力。比如跌停那天的成交量是暴增還是萎縮？如果暴增，那說明恐慌情緒在釋放，跌得越狠越接近底部。如果縮量，那說明沒人想買，沒人願意承接，那才危險。但這些道理說出來容易，做起來太難。因為市場不是數字，是人性。你能堅持的策略，不一定是你能承受的策略。有時候明知道該止損，但你心裡想，萬一明天反彈呢？於是就再忍一天，結果一忍，賬戶腰斬。最後才發現，市場上最貴的3個字是再等等。我見過太多這樣的故事。有人抱着一隻龍頭股，從100塊一路跌到30塊，他不賣，因為心裡有幻想，跌這麼多了，總該漲回去吧。但市場不會憐憫幻想，它只尊重現實。現實是什麼？現實是趨勢一旦確立，就像一條奔騰的河流，你逆流而上，只會被沖走。下跌趨勢就是河水往下的力，你越掙扎越被帶走。所以我常勸朋友，順勢而為不是口號，是生存。當股價破位，就像大壩裂了一道縫，你不能等它崩塌才逃。一旦趨勢確立，任何反彈都只是死貓跳。別去預測底在哪裡，因為你永遠不知道深淵有多深。那該怎麼做？很簡單，只做上升趨勢的股票。市場每天那麼多機會，你不必每一場都參加，只選那些順勢而起、走勢乾淨的股票。有人說，那我豈不是錯過低吸機會？對，錯過沒關係，保命更重要。市場裡最值錢的不是機會，而是本金。當你學會不動，才能真正動得漂亮。大多數人輸在頻繁操作，一會兒怕錯過，一會兒怕套牢，結果忙了一年，賺的還不如定存。而高手的節奏像打太極，靜如山，動如電。他們可以幾個月不下單，但一旦動手就快、準、狠。你問他憑什麼敢？他說，因為我等到了市場的呼吸點。所謂呼吸點，就是趨勢與情緒的共振。你看到的不只是形態，而是人心的節奏。量縮價穩，說明情緒冷靜；量放突破，說明信心回歸。這時候進場不是賭，是順着人性的節拍走。有人問，那怎麼看市場的呼吸？其實不用複雜指標，最簡单的方法是觀察市場的語言。每一個跳空，每一次放量，每一個影線，都是市場在說話。比如一根長下影線，那是有人不願讓股價跌太深；連續小陽線，那是有人在試探市場的耐性。看懂這些細節，比背10個公式更有用。很多人不明白市場為什麼總在騙人，其實他沒騙你，只是你自己太想被證明是对的。人性最大的問題不是貪，也不是怕，而是想贏得對。當你買了一只股票，你的腦子就自動開始幫他找理由。跌的時候你說這是洗盤，橫盤你說在蓄力，暴跌你說估值已經見底。只有一種情況你會承認錯，賬戶虧得你睡不着，但那時已經太晚。這就是為什麼虧損的人永遠比賺錢的人多。不是市場殘酷，而是人太執着。在我們進一步探索之前，我們有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要告訴大家，我们已經開通會員功能了。現在您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大家庭，享受會員專屬影片和更多獨家內容。
別忘了關注才知道，並點擊小鈴鐺，我們將繼續揭示更多關於金錢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實現財務自由。你想證明你是對的，但市場從來不在乎誰對誰錯，它只在乎誰能先認錯。你越早認錯，就越早能活下來。有個朋友早年買了一只熱門股，從高點跌下來後不願止損。我問他為什麼不賣，他說反正都虧一半了，再跌也就那樣。結果你猜，後來那家公司退市，他的錢真的就那樣沒了。那次之後他才懂，市场不是賭场，它是无情的筛選器，專挑情緒化的人淘汰。所以虧錢不丟人，不認錯才丟人。認錯不是慫，而是成熟。很多人搞反了，以為止損是失敗，其實止損才是智慧。你捨不得割肉，其實是捨不得那個幻想自己沒錯的自尊心。但市場從不買賬，你越戀戰，他越要你交學費。反過來說，賺錢的人其實都冷得可怕。他們不是不痛，而是痛過太多次，學會了无感。他们知道市场上没有对错，只有概率，所以他们不和市场争辩，只管执行策略。行情来了，他们不会激动；跌了，他们不会骂政府，他们只会想，接下来我該怎麼應對。聽起來簡單吧？但這就是反人性。人類的大腦是為生存設計的，不是為投資設計的。我們看到下跌就想逃跑，看到上漲就想追，這正好是市場最喜歡利用的節奏。莊家就是靠這個賺錢的。你以為他們有內幕，有算法？他們真正的武器是你。他們最懂你什麼時候怕，什麼時候貪，什麼時候忍不住點買入鍵。所以他們先砸盤，讓你恐慌賣出，再反彈引你追高，再一腳踩下去收割。整個過程就像釣魚，他們不用力，只等你上鈎。有人說，那散戶還有贏的機會嗎？有，而且只留給不情緒化的人。不是沒情緒，而是你要學會在情緒來臨時先不動。這就是高手和普通人的分水嶺。普通人看 K 線，高手看人心。普通人等信號，高手等時機。時機是什麼？是當別人都忍不住的時候，你還在忍；當別人都看空的時候，你開始關注；當別人瘋狂湧進的時候，你悄悄離場。這就是賺一半行情的錢，卻拿走90%安全感的投資節奏。市場從來不缺聰明人，缺的是能忍的人。忍得住孤獨，忍得住等待，忍得住誘惑。因為真正的利潤從來不是在買賣那一刻，而是在等待那一刻。等市場情緒轉變，等趨勢明朗，等別人看清你早已在布局。你以為高手每天都在盯盤？錯，他們盯的不是盤，是節奏。他們知道什麼時候該動，什麼時候必須停。他們的買入不是靈感，是計劃。他們的賣出不是貪心，是紀律。紀律這兩個字聽起來像教條，其實是救命繩。當你有紀律，市場的情緒就傷不了你，因為你不再跟着情緒動，而是跟着邏輯走。你會發現，越少操作，心越穩，心越穩，越容易賺。講白了，股市就是一場誰先冷靜的戰爭。你越想贏，越容易被捲進去。你越能冷靜，越容易看到別人犯錯。到最後你會發現，真正賺大錢的不是最聰明的人，而是最清醒的人。你知道股市最殘忍的地方在哪裡嗎？不是虧錢，而是它讓人看着希望死去。一次反彈，一次假突破，一根紅 K 線，就能讓人忘了所有痛，重新滿懷期待。這才是最危險的，希望是市場最貴的毒品。莊家靠什麼賺錢？靠控制希望與恐懼的節奏。他們知道什麼時候讓你看到光，什麼時候再把燈關掉。
他們的目標不是讓你輸錢，而是讓你留在场內，让你繼續參與，繼續賭，繼續幻想。所以他們不急，他們慢慢誘導，慢慢洗盤，慢慢讓你相信這次不一樣。但記住，市場永遠一樣，唯一變的是進去的人。每一代新人都以為自己能贏過前人，結果一模一樣。剛開始贏得順風順水，越到後面越輸得徹底。為什麼？因為所有人都會被市場教一次人性課。你以為自己在交易股票，其實你在交易自己。恐懼、貪婪、僥倖、執念，每一次買賣都在暴露你是誰。而能在股市裡活下來的那群人，不是最聰明的，而是最清醒的。他們知道，賺錢只是附屬品，真正的目標是讓自己變得更理性、更自由。想明白這一點後，你的操作會變。你不會追高，不是因為怕跌，而是因為你知道那是人性陷阱。你不會重倉孤注一擲，因為你明白市場永遠不屬於任何人。你會開始尊重趨勢，尊重風險，尊重節奏，因為你終於看懂賺錢的過程不是打敗別人，而是馴服自己。一個真正成熟的投資者，看盤時的心情就像外科醫生，手起刀落，乾淨利落，不帶情緒。手術成功，不驕傲，失敗也不慌，因為他知道只要紀律在，遲早會贏回來。而散戶最大的錯就是把市場當情感寄託，漲了興奮，跌了罵人，賺了請客，虧了怪命。你越想在市場裡找安慰，他越會打你。因為股市不是心理診所，它只獎勵那些冷靜到近乎無情的人。那要怎樣才能冷靜？其實不需要變成冷血動物，只要做到3件事。第一，永遠帶着懷疑去看市場，別因為別人喊牛市你就衝進去，牛市只存在於回憶裡。第二，永遠有計劃，買入前就寫好退出條件，別等虧了再想辦法。第三，永遠留點現金，那不是浪費，是生存的底氣。記住，市場不會獎勵衝動，只獎勵耐心。賺錢從來不是靠操作，而是靠等待正確的時機。那種一夜暴富的故事，大多是別人的劇本，你只是觀眾。你看，那些真正富起來的老投資人，都有個共同點：慢。他們不追新聞，不聽內幕，不看群聊，他們只看數據，看趨勢，看節奏。他們不會因為一根陰線慌張，也不會因為一根陽線興奮。他們活得像鐘錶，慢但精準。等你有一天也能做到這一點，你會發現，股市已經不再是獵場，而是鏡子。你在裡面看到的不是行情，而是自己。你每一次衝動，每一次遲疑，每一次貪婪，市場都默默記下。當你不再被這些情緒牽着走，你就真正入門了。說到底，炒股的最高境界不是賺多少錢，而是你終於能從容地面對輸。因為當你不怕輸，你就不會亂；當你不亂，你就不會被割；當你不被割，你自然會贏。所以，所有的技術分析，所有的指標邏輯，最後都指向一個終點：心態。市场是人心的放大鏡，看懂了人心，你就看懂了價格。而能真正駕馭人心的那一刻，你就不再是被動的散戶，而是能在風浪中穩坐船頭的掌舵者。永遠記得這句話：炒股不是預測未來，而是理解人性。市場的本質是情緒的起伏，而你的功課就是在情緒面前保持清醒。當你明白這點，你就會笑着面對漲跌，因為你知道，輸贏都是過程，冷靜才是底氣。關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帶你解鎖更多金錢的真相。